对抗不景气，教你找出家中5大财位。疫情的关系，全球都非常的不景气，好险我有这个工作。我香港现在有3个节目，全部都往后延了，往电影是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要给你介绍魔法，接一些风水的案子来做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居家环境里头5大财位，有2个最大的催财位，西南方跟正东方，在这2个方位里头摆放。头烫包还有3个藏起来了。究竟家中的5大财位怎么找？今天这一集通通交给你。除此之外，透过9宫飞星图再补足你的正桃花。当房间里头出现，然后夫妻这个闹得不可开交，你家里头这5个位置刚好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要催桃花，最上面有个紫色的方位，催财、催喜病、催桃花。这个我要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在这个方位里头再加一个这个属性。赶快去买水晶，你还要买紫晶洞？我想我买很多东西面对大环境的不景气，只要掌握先机，对症下药，就有机会扭转乾坤哦。其实从12月初到现在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球都非常的不景气。对，我们可能要隔一点。这样进外面好戴吗？我们戴个我们要戴口罩吧？还是这样能戴？没有，我没有感染。对，我安全。消毒过了。对，但是其实因为这样子啊，我觉得反而很多的人的那个工作啊、事业都受到了影响。好险我有这个工作。对，老师我还在这里主持。老师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要给你介绍罗盘。看看能不能接一些风水的案子来做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居家环境里头5大这个所谓的财位。5大财位，对。我们不是都讲明财位跟财库就2个，金包2个，你头烫包上还有3个藏起来了。今天不藏私，这个康脏了，大家就是5个都要给它布局了。首先第一个一定要看什么？看你的前阳台。前阳台，这里没有前阳台吧？对，没有了耶。一旦发生没有前阳台的情况，对于主人的前途、事业发展、工作上面来说，就会产生问题。所以一定要有前阳台。对，每一家每户都一定要有个前阳台。如果现场这格局没有的话，你自己还是可以把它做出来。买一个窗帘，对，就是假装有，也是要做。因为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，会看到这位老朋友，真的我看到他真的数10年如一日都没有变。从以前跟他出外景的时候，觉得他只是小鲜肉而已，现在已经是大哥级了。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又前一波的事情，所以他就从香港回来台湾好一阵子了。然后最近又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他的新闻，所以不免想要安慰他一下。委托人金刚由于受到疫情影响，演艺工作瞬间停摆，事业财运大受打击。不仅如此，搬来短短3个月，甚至和交往1年的女友分手。究竟看似时尚简约的房子，家中风水出了什么问题？你眼光很真累，眼光很累，怎么可能？我那么坚强。所以你还在哭哦？我没有哭啊，没有哭。想装尖角真的是。所以你本身现在就是有在想要走入家庭，然后想要。其实我一直都想，对，一直都想，但我觉得这就是缘分。是可以谈这个的吗？今天 OK 啦，可以。男子汉坚强。对啊，而且他。对啊，我们还是讲那个财位好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先把钱顾好，那个感情的事会来。对，在他的客厅里头，那么就出现2个严重的漏财的情况。2个漏财。阳台跟什么？漏财。有这种事情？有，很漏。哪里？那你知道明财位是哪里吗？明财位就是开门对角45度。对，我有看过节目的。门若往你的右手边开，那么你的明财位就是左斜前方45度角。相对你往你的左斜前方开，那么就是右斜前方45度角。所以你们这样开的时候，45度角很明显是在这个位置。就是它好像设定那个地方反而是开窗户的地方。对，窗户是开在这里，风在那边动。对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象中，钱就随着这个风，那么财水这样流过来，它一旦开窗，自然就流出去。所以你的钱财就很容易左手进右手出。第2个煞气来说的话，就是依照大门直线的范围，那么只是穿过去，是不是直接对到门或者是窗，直接穿过，所以导致钱财呢从大门直接从后面穿出去，那形成阳宅第一凶，
最忌讳的穿堂风。哇，第一凶哎！穿堂风就是漏财啊！你最近有觉得你莫名其妙花点钱吗？其实我觉得一直在花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花什么啊？因为男生很难讲，男生有时候一改车什么就会花很多钱。车子比如说刚修好一个东西，对，本来想说这个可能花好8000多块 OK 了，对，然后就突然又来一个，然后又来一个，就加一加就4万多块这样。对，好可像是破财，真的是莫名其妙的，莫名其妙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是不是前阳台会影响到他的工作？对。对啊，我发现就是本来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吧，比如说我香港现在有2个节目3个，全部都往后延了嘛，然后还有那个网络电影也是，所以现在完全都没有在动。对他们只说就是等疫情过后，但是这个对啊，而且你如果现在过去的话，是不是还要隔离？对，就等于说来回就1个月没有了。所以等于那些3个节目完全都不能录，完全不能录，然后3部那个网络电影也暂时先都没。对。如果他可以把前阳台跟明财位同时来调整的话，那就是最好。等一下，我们没有阳台啊，还是可以做调整。比如说，我把沙发稍微往内推一点点，在一定的范围里头稍微隔高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你可以把地板呢稍微拉高一点，垫高一点。不管用类似合适地板的方式把它垫高，还是用地毯啊，或者是我们甚至有一些人用地垫，的方式把它垫高。但是要记得，在它的整个阳台的范围里头，大概一般来说要摆放36枚的五帝钱。所以这样子延伸过去，上面把那个地板垫高，对，然后铺36枚五帝钱，等于它就自制阳台。36枚要铺在哪里？随便吗？没有，就是阳台的范围内，刚好整个大概平均。大概一般来说，我们通常这样，比如说我用9枚，这样拉起来的时候，刚好就是36枚。就化解了这个问题了。对，那我直接睡阳台会不会财运会更好？就是对啊，还是说它上面不能放东西？它上面可以放东西，像有些人他设计，比如说他也许放个这个小茶几，然后也许像比如说有人如果他可能在家里头用电脑网络在做事的话，他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运用。所以可以在阳台打电脑。可以的。然后，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来了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的明财位要怎么做布局？对啊。通常我们会建议，比如说他现在拉过来在明财位置，那你会发现他茶几放在那个位置上吗？对。而且我们到时候做那个阳台的话，我们沙发就已经移过去了嘛。对。所以其实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茶几就可以拿过来这里，放到这边位置上来。可能我这个窗沿我就会尽量用不透明或不透光的材质来做阻隔。那至于前面的部分，那当然一般来说，既然钱财要从那边来，我希望能够迎接它，我就会尽量建议观众朋友可以使用这个所谓的金洞、水晶洞。那象征钱财进来的时候，它金洞的气场是一个凹槽嘛？对。那双倍张开，把这个财富收纳起来。好。通常一般来说，观众朋友通常要考虑到，就是说依照门的大小，比如说我举例来说，这个是门门有这么宽。那我的屏风就会建议你要隔这么大，所以我们依照门的范围里头，这门有点太大了，有点过分的这个门，真的很大。对啊，这个门，老师正常门不会这么大吧？正常门对不对？说没有那么大。那因为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通常要希望它的这个财运能够增加，所以第一个呢，门依照门的大小，那么会适当的隔屏风。所以屏风就是隔在这里，那就是隔满满，然后我说从这里进。对啊，所以这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。这门就这么大，他走到就是只有这里耶，表示说这个屏风隔的位置是错的。这边不应该有，所以应该放这里，应该是放在这个适当的位置做阻隔。进来的时候有一定的范围成为玄关。那一般观众朋友要记得，玄关的这个位置宽度必须要比阳台更大。所以一般来说是依照一个男生正常的情况下，你站侧面一个手背的宽度，这不是一个手肘，要有一个手背长。所以这边的深度如果不够的话，会直接影响他的这个财运。前阳台象征事业舞台，若家中没有前阳台，可以利用地毯或者地垫隔出，并于下方摆放36枚五帝钱。其次，明财位见窗容易导致漏财，可以将窗帘改为不透明、不透光，并摆放水晶洞来防止漏财。最后，大门正对窗户形成风水大忌穿堂风，可以
以在大门与窗户间摆放屏风来阻隔，可以有效化解漏财的危机哦。一般居家环境呢，会考虑到有几个这个所谓的催财主要位置。我们依照房子的一个方向里头哈，分东西南北，你就先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2023年底之前啊，有2个重要的一个最大的催财位置。2023，所以是等于有3年的时间，对，都是看这个方位。对，那么就是观众朋友记得哦，在居家环境的西南方跟正东方，就是我们催财的主要方位。第一个，相对应的，它如果前面是北的话，相当于前面是北。那么这个西南方呢，就是我们主要催财方。我们这样看这个范围推过去的时候，刚好是我们厨房。好，那表示说厨房这个位置，它就可以是一个适当催财的方位。第二个方位我刚才提到在正东方，对，很明显的就在眼前的这一块。那眼前的这一块象征性的，我们一般来说，因为观众朋友记得哈，催财最强的一个方位是在这2个方位里头摆放鱼缸。鱼缸选择性看这边或者这个适当的位置。这电视可以直接播放鱼缸哎，对哈，这一个电，然后荧幕保护程式，它一直动一直动。还是要真的有水？要真的水啊，要真的财水，所以我就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摆放鱼缸。那鱼缸里面有鱼吗？不一定要有鱼，但是水要活水，要让它水要流动。对，那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地方呢，要设这个水的玄关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它有设玄关，水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流过来。因为在玄关的阻隔下，财水就会往里面流，它里面的房间流进去。所以观众朋友要特别记得，比如说那边是窗户，你的财水就不能往窗户往门的方向直接流出去。好，所以我们可能一般来说，观众朋友把自己的房子哈，像这样画成这个9宫格。对，你把自己的房子呢拿出来之后呢，好，把鱼指好之后，平均，好，把它分成9等份，是量出东西南北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家里到底哪个方位是我催财主要方位，哪个方位可能是我旺财的方位。老师，你刚刚讲这个是催财位，是不是？对，催财位。那还有次财位，就是说像你这种主财位，对，见空嘛，对，已经落赛了，主财位落赛的，到一个不行。然后催财位现在也没有，可以布局，那还有次财位可以用的话，要怎么找？没有明财位不打紧，教你如何用财位补足财运。主持人意外提起伤心事，金刚心急如焚求方法。炉灶来说的话，有比较大的问题，主要是水龙头的问题。水龙头方向不好，这样家里会淹水，会流出来。但是这里一点就钱往外流，就出去了。这里一点就水火冲，跟你不用吵。没事。没有 OK 啦。都比较忌讳的就是水火冲，感情方面会出现一些小问题。这些问题有时候久了会变成大问题。那有什么办法化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可能一般来说，观众朋友把自己的房子哈，像这样画成这个9宫格。对，你把自己的房子呢拿出来之后呢，好，把鱼指好之后，平均，好，把它分成9等份，是量出东西南北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知道家里到底哪个方位是我催财主要方位，哪个方位可能是我旺财的方位。老师，你刚刚讲这个是催财位，是不是？对，催财位。那还有次财位，就是说像你这种主财位，对，见空嘛，对，已经落赛了，主财位落赛的，到一个不行。然后催财位现在也没有，可以布局，那还有次财位可以用的话，要怎么找？好，观众朋友通常要找所谓的次财位的话，是以客厅，我们刚才讲进门斜对角45度的范围里头。对。那么在整个客厅里头，首先第一个，如果它的明财位它出现问题的话，那往旁边周边先拉90度角。依照我们现在明财位拉90度角的时候，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位置在这个范围。哦。可是你会发现它没有任何阻隔。对。没有真的。它一直有阻隔，真的是到那一区了。哦，对，它已经跑到那边去。观众朋友可以想象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，如果它其实是有拉出来这一块是有拉高的话，其实这一块就是它的次财位。可是相对应的这个边如果没有，那往那个方向拉过去45度角，有没有发现就是窗户？对啊。
也没有，也它没有自裁味。所以对，观众朋友要所以对，他没有主裁位，没有自裁位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那我就可以搬了嘛？那你整整2个多月就已经，老师你讲完重点呢？所以而且老师没有想要救的意思哦。对啊，老师好像你首先第一个先把所谓的我们眼前的明财位先确立，把它做好之后呢，第一个我的主财位既然已经有了，那么其他的次要的辅助财位就可以不用，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哈，比如说我如果本身身强力壮的话，我就不需要其他的一些太多的辅助工具，我就可以做好很多的事情。好，当然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我们讲说采用各种辅助的工具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先把所谓的明财位调整好。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就会考虑到居家环境，我们提到的第二个部分，好，可能除了这些以外，还会有这个随着催财的方位。那么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以我们家里头，如果把它平均分好以后，标示上的东西南北很明显的标示上的时候，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个部分是在居家环境的正东方，好，有一个部分，那么刚好是在客厅的一个位置。那客厅的位置大家知道，只要在公共范围，那么就可以采用这个所谓的鱼缸，因为催财财水财水，所以它的效果是第一好。那第二个部分，我们发现第二个部分在西南的这个方位，可能是我们最里面主卧室的一个更衣室的范围。那如果到更衣室的范围里面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，比如说晶洞啦，或者是催财的财库啦的一些方式啊。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后面提到。2020至2023年底，可以于催财位西南方与正东方放置鱼缸，借由水的流动活络家中财气。而明财位左右延伸垂直10墙，即为次财位。若想增加财运，也可以在次财位放置招财物布局。真的很爱装饰哎，好多装饰。是老师装饰太多会不会有影响？其实装饰一般来说不会，厨房里头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，在古代来说它是主要的财库之一。对，我们居家环境里头有2个主要的财库，一个是我们这个房间里头的一个固定的，一个是我们厨房里头叫流动财库。为什么叫流动财库呢？因为以前很简单，我每天赚多少，回到家里头来，你看得到吃的鸡鸭鱼肉，就是代表我今天赚了多少钱。那你刚刚说到厨房可以催财位，我们要在哪里催？好，一般来说的话，有时候呢，观众朋友在厨房的，我刚才提到炉灶，它是流动财库的一个主要位置。有时候它的下方如果有适当的一个空间，那有些人他会摆放特定的比如说像聚宝。所以在烤箱里面放聚宝，你就放个聚宝，这会不会怪怪的？手上水晶对啊，好像不太适合。不行哦。它通常是说旁边，有时候它这个范围里头，对，一般来说，它大部分来说的话，大概就是顶的这些的形状，它里面会用5色的水晶，矿石，那么来做提升它的能量，所以摆放这个聚宝盆会有一定的效果。好，还是有得救啦，对，还是有得救。那你就放在旁边这个柜子啊，对啊。但是问题，它的这个炉灶来说的话，有比较大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问题？老师，你进来没多久而已，没有一个是好的。还很好，很新，好不好？太低吗？不是太低，主要是水龙头的问题。水龙头得罪老师了吗？因为我的水龙头那个方向不好，水龙头对着阳台，对着炉灶，对炉灶，对哪里在对着？它转过来就好了。对，这样钱才往外流。哦，不，这样问题很大。对，那怎么办？这样问题很大，因为这样家里会淹水，会流出来。但这里一点就是钱往外流，就出去了。这里一点就水火冲，跟女朋友说，没事啊，没有 OK 啦。对，这方向这水火会不走呢？完全不能有这个水龙头。其实可以水龙头，但是我们要注意水龙头安置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举例来说，你像刚才提到说，它如果我拉直线，就对着后门出去。对。那水龙头最忌讳的，比如说第一是对前门，那表示说你会发生比较大的状况事件，那会有大笔的钱开出去。所以对后门出去的话，那就表示说你根本说，不会啊，我觉得我没有花什么钱啊，你又怎么样啊？花于无形。我都在花钱，因为我家的水龙头就正对着厨房的门，这样不行啊。对，比较不能够对出去，而且是暗流。
对，暗流。我比你严重一点。真的吗？现在大家就紧绷侧漏啊，真的直接按钮。他直接按，哇，好想知道哦。那水龙头比较忌讳的就是水火冲，因为毕竟它是水嘛。对，华氏的炉不是火字旁吗？对，所以相对的水火冲的时候就比较无情冲，有时候就明明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我其实付出很多，就那可是夫妻之间或男女朋友之间，或者是我们讲感情方面会出现一些小问题。这些问题有时候久了会变成大问题。对啊，没事啦，没事。OK， 老师好。那有什么办法化解吗？男生腰杆子放软一点嘛。有，对啊，很软。你也知道女生是不是喜欢讨拍拍啊，要虎虎秀秀啊？老师怎么化解呢？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哦，因为你会发现。它整个水龙头的形状，其实水槽的形状是固定的，对，它形状很对称。如果我把水龙头安置在这个位置上，因为它现在是安这样，所以我要冲水要在这边，才会刚好在中间。对，但我说安在这边，往这个方向就是往里面去出。会，而且你会发现推进去刚好是在整个餐厅的一个角落，双倍环抱的角落，这个才是真正能够装水的地方。就像我们任何的容器，你刚好像那个形状，就可以把水装起来。哦，所以我要换水龙头的位置。对，其实这个很简单。很简单。对，这个其实当我们感觉很难的，对啊，拆掉哎。所以老师现在也有在做水电，对不对？老师可以帮忙。这很简单，给我3天的时间。它这是活动的，其实它第一个把它转过来，对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请人家把这个管线拉到这边来就可以。现在大部分里面的管线，大部分用软管高。哦，真的有在做。对，老师真的有在帮忙做这个。你这看起来坪数蛮大，你怎么配啊？怎么配哦？你一个人住哎？对，那你有这么多房间干嘛？就是本来不是一个人住啊，为什么要提？为什么主持人，怎么随便问我上人家？不会，没事，这样。我只是想了解你的房间怎么分配。就刚开始就是卧室嘛，然后刚开始他的工作室，然后一间就是我们的算更衣室这样，对，就是3个都配好。这还好，一个人我觉得也没问题，因为更衣室本来自己就要有，工作室没关系，你自己也要工作。所以这样没错，这3房算大吗？还好吧，好，就正常一个人 size 可能稍微大，2个人是蛮刚好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。我们去看卧室好不好？我们去看卧室，看卧室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就是储藏更衣室，就放鞋子放衣服。所以没有人睡，是不是？没人睡。好险哦！怎么了？这样？更衣室储藏空间误打误撞化险为夷。对症下药来布局，没钱催财，单身者催桃花。房间里头出现，然后夫妻这个闹得不可开交。你家里头这5个位置，刚好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要吹桃花，这上面有一个紫色的方位，催财、催喜病、催桃花。这个我要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这个在这个方位里头再加一个色属性。赶快去买水晶。你还要买紫晶洞？我想我买很多东西吧。不是这就是储藏更衣室，就放鞋子放衣服。所以没有人睡，是不是？没人睡。好险哦！怎么了？这样？姐看房这么多，你看这一间房间就不能睡啊？这房间怎么了？你看2穿过去啊。所以就是穿心煞啊，这个是主梁哦。对，那我们一般房子它会有一个主结构梁，对。那这个主梁呢，基本上的话，它有一个忌讳，就是不能够从门的中间穿过去。古代人是把窗户当眼睛，门就是嘴巴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长长的一根，就像筷子或竹子嘛。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以前阿嬤都会说，你那筷子不能含着哦。免得等一下戳到哦，所以这么大，你想想看，它直接从嘴巴直接插到底的话，你一定会觉得很痛很难过不舒服。所以通常就是这样，很多事情呢就怕你就像那样子，很多事情闷在心里，只能自己捶心肝，
没有办法讲出来。但是他没有睡这就没问题。有一个问题耶，还是有问题啊？怎么有问题啊？首先第一个，如果他是主要睡这个房间，我们一般很多观众朋友房间是有很多间嘛，哈，对，可能是不同的人在睡。如果他有人睡在这一间的话，对睡在那一间的人影响会比较有最大的影响。可是当房间如果都是空的时候，对主人的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。就是我就算不睡，我还有影响。多少会有一点啊，有什么闷的，然后对，哦，因为原本说有睡在里面，那就是那个人会有影响嘛。那就好像这个房子，我就想说，如果大家平均分，那这个人要帮忙负担嘛。对，如果都没有，那就主人要一间承担。哦，那我才是找人分租，或是请人家来住不用钱的。是比较重一点的。对对对，来住这边，或是有仇的。讲真的，你就是你算在外地工作很多年了，其实我觉得在外地工作跟在自己的地方应该有很大落差吧。有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去香港的时候，那就落差很大，因为第一个是这个文化不同，对，然后语言又不通，然后所以其实刚去的时候受过蛮多委屈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啊你就怎么突然有一个人来了，对，然后好像要来抢工作的，然后语言又不通，那因为方式也不同嘛，像我们台湾就是很 free 嘛，对，就主要的东西给你就讲了嘛，大家就是比较综艺的话都是没有脚本啊，大家自由发挥。可是他们那边就是我一去的时候，一个外景，他就先给我那个一个稿子，整个给我这样，每一个人的对白哦写得清清楚楚，跟拍戏一样这样。还有分镜是演戏啊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这个是这个你跟着练啊，跟着练啊，跟着练啊。我说好，跟着练为什么要跟着练？是这外景在玩啊，然后对，跟着念啊。就是比如说他讲完这句，然后就换我接，我讲完就换他接。就是一个拍戏，就像拍戏在拍拍一个外景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是我刚去就超级不习惯。所以你自己都不能说，我突然觉得可以想到什么，突然觉得应该这个蛮好笑，我想讲。而且梗不同，就是他们那边跟我们这边的梗其实不一样的。你讲一个东西，他们会觉得。这是什么啊？听不懂对，好久对，就是会唱啊，对啊，但还好了，就是去那边大概2年多以后，就贵人就出现，志伟哥曾志伟哥就把你带到他的节目，对，把我带去他的节目当嘉宾啊。那你也知道，我们就是那时候台湾过去就是台湾的综艺玩法嘛，对，那他刚好就是以前也有在台湾，对，所以他其实很了解这个台湾综艺的玩法是，他就看到我，哎呦，这个光头啊，不错啊，然后就叫我去他节目当来宾，当一当就后来变节目主持人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我在香港很重要的一个贵人。对，而且他真的就是大哥啊，对，他挺话术也偏挡的那一种大哥，所以有他挺你就对，懂了。就是他开会在睡觉，我们都不敢吵他。真的，每次开会，然后大家就在旁边等，然后制作人在旁边。因为我们都是节目录完去开会嘛，那时候录完可能都11、12点了。然后大哥这么早睡？对，大哥随时睡，他不是早睡。是有随时再喝一杯吗？也没有大哥你这么好睡？可是他很厉害，是常常比如说开会，大家在讲一个话题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慢慢就睡着了。然后比如大家之前那个话题都会讲，我觉得 OK， 这到底有没有在睡？我们真的没有人知道，你知道吗？随时又可以醒来接话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他很强，他超级强。然后大家都不敢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在那边等到早上，开到早上第一次开会开到6点多，早上6点多。然后我们就好撞客回家了。对，然后他说吃早餐。好厉害，他真的是很强。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贵人。对，老师讲得很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因为像我搬过来以后，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怎么讲呢？就是很容易会有事情闷在我心里面，这个是真的。比如说自己的压力啊，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可能前女友啦，对，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好像每天都很不开心啊？对，可是其实是因为。不知道，就自己会有东西，也觉得我觉得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解决，我就不想要把烦恼丢给他。对，那可能时间一长，他就会觉得是不是怎么样？对。赶快找人住在里面啦！你是找人住在里面，大雕啦！
我觉得找人比较快。大公司直接找人住。找人住。升租嘛，想搬嘛，大哥拿那几个看起来八字都硬，把它这样过来啦。这个通常要化解它，其实很简单。那首先第一个，通常是看梁柱的大小。对，但是比较大呢。那个真的只有3株可以搞，这么很大的梁。因为通常这个柱子穿进去比较小的话，影响就会相对的会比较小。相对的越大，影响就越大。所以通常会选择在门打开之后，在门穿进去的方向，内外各悬挂一对麒麟，财马光面对面。好 ，OK， 麒麟，希望这样子可以减轻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种莫名的压力。对。哦，才不会闷呢。对呀，至少愿意讲或者把它排解，或者是看开，对，总有一个方式对要处理。对，就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主卧室了吗？好了，主卧室啦。哇！这样，等一下你挖什么啦？来，没。都是艺术哎。对啊，这段访问都不要往后转。对，老师这段在这个主卧室呢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通常我们在不管在客厅也好，在房间也好，都要注意一个部分，就是我睡觉或坐的地方上面的光线尽量要明亮。我们讲天清而地浊，就是上面如果比较明亮的话，感觉轻，我就会比较舒服，没有压迫感。那地板的颜色可以深一点没关系，相对的就是感觉比较轻比较重，就是稳重，但是反过来上面重下面轻的时候，就会压迫感就会变重，你有没有发现感觉到好像乌云罩顶就一块，就只有那一块头上面那一块才是。意思就是说你要就是整片都是，对，就等于没有分别。其实他房间里头除了这个上面有一些压迫感以外，它还有其他几个会影响到他们睡眠，都是影响睡眠。比如说现在床的位置，其实床的位置你会发现，它现在这个位置刚好是背门，对，而且重点在于门如果单纯推出来是平行的，对，没有，你还是觉得看不太到。更重要，它是完全隐藏在这个墙壁之后，所以正常的情况下，如果在门口打开门的话，它在那个位置来说是绝对看不到门口。对，就算它做起来没有做特别出来，你也还看不到门口。对，这个就会造成我们潜意识里头不安定，而且没有安全感。其实搬进来以后，我怎么睡都大概中午就会起来了。什么？怎么？你在炫耀吗？什么？不是，你说6点就起来？不是，既然你不能这样讲啊。比如说，你看我早上6点睡，对不对？那我中午就起来了。你是失眠到天亮才睡不好，对，睡不好，对，睡不好，然后睡到中午，对，6个小时，对。可是正常应该可以睡到下午3、4点嘛。可是问题是就是变得，就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到3、4点，我不知道睡饱的感觉是什么。所以你起来还是累，不管睡再久。对。那老师，如果像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乌云去掉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他可以放个什么太阳的布在上面？我知道，或者把它漆成蓝色，像天空啊，画个太阳啊，然后还有你漂亮女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基本上用基本布置，我觉得很好。第二个方式是，比如说它旁边加一个立灯，立灯就往上照，感觉上面就会变比较明亮。第二个问题我们除了刚才提到可能床头的位置以外，还有个问题，它房间里头出现镜照床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看的时候，即使镜子小，它还是照着床。那还有一个是观众朋友家里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电视机，对，有些电视机它基本上荧光幕是会反光，对，所以如果当你距离太近的时候，感觉会很像镜子照在床上，你从里面看得清清楚，上面看到这些影像或什么。所以老师，我这样的距离是这样距离是 OK 啦，但是你这个镜子确实它是往床上照，但它要过去一点。其实应该是刚才提到要在平行方向，这样镜子就不会照到床上去。就是梳妆台应该放在那里。对，我应该是放在那个位置。正常的情况下来说，有一个重点，镜子有3大原则。不对门就不照门，不对床不照床，不互相对照，也就是床的2边对照。我们曾经看过，就是真的这样，然后夫妻这个闹得不可开交。所以赶快所以破裂了。
哎呦，还好啊，还好吗可以照啊。其实最近开始我搬进来以后常常头痛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因为有头痛。对，就是会偶尔突然就头一下，奇怪，以前我从来不头痛的。一般来说的话，通常我是这样建议，就是说冷气通常在吹的时候，第一个因为我们有分2种以前旧式的那种窗型冷气，它的压缩机是在里头，所以很忌讳放在头的后面。对，现在的冷气大部分都是主机跟它分离式的，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，它的主机不在上方，所以可以放在头的上方没关系，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个主机干扰，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马达它会产生干扰，那个会影响到我睡眠，所以你脑波受到影响的时候就会做梦啊，然后睡眠比较不稳定。那但是如果一般的冷气通常比较忌讳，比如说我这样吹的时候对着我吹，对，好，所以如果你放的位置吹过去，吹在对面的墙壁，这样子循环的时候，以科学角度里头来说，对于我比如说感冒啦，或者是这个头痛来说，甚至偏头痛，都会降低它的几率。你讲完感觉这房子好像没有，应该还是调整蛮多东西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正财位很重要，因为每个月开销其实很大。现在开销很大吗？现在开销每个月大概20吧。20。对。然后还有加上买公仔的，就是那另外算。那你20花在哪里呀？很多啊，房租啊，或者是就所有房贷啊，对，然后生活费啊，然后反正有的没有的费用很高吗？其实我吃饭可能会高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吃饭就是无所谓，你想吃什么就点，不看价钱。就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好了太多了，然后吃来吃去就只有3道菜，但是你会吃到就是对，吃饭我会花比较多钱。那会约朋友一起吃吗？会。对，所以就是对，买单，对，就是没关系，就是大家开心就好。对。老师最重要就是要有正财位啦，有正财位找到我才能有钱买活动用。不是才好的，对不对？让自己烦恼少一点，然后可以找到桃花这样。对，先讲桃花。对。正财位先讲啊。正财位我在的正桃花。好。家中一个财位都没有，透过流年财位来补足。对，所以就是对，买单，对，就是没关系，就是大家开心就好。对。老师最重要就是要有正财位啦，有正财位找到我才能有钱买活动用。不是才好的，对不对？让自己烦恼少一点，然后可以找到桃花这样。对，先讲桃花。对。正财位先讲啊。正财位我在的正桃花。好。其实首先要整理到正财位的话，也就是一般来说的话，要考虑依照房子的这个方向、门开的位置来决定它的正财位在哪里。那经过测量之后，它的正财位是在这个房间。第二个问题出现了，正财位的位置如果在房间的话，那么它就应该叫做财库。那么依照大门的进门的最深处的对角，对，那个位置就是我们家里的财库。你会发现它刚好也是开窗户。对，从大门进来的正对斜对角的位置，这个位置照理要双倍张开，能够环抱。那么相对的一个硬币进来滚进来，或者一个这个元宝滚进来，我才有办法把它抱住。那目前的情况下就是一边是开的。在这种情况下说，它进来我要抱它抱不住，它就会从这个地方传出去。如果我把窗户改成这边1/3是固定的，不开，而那一边我是可以活动开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财气进来才有办法把它留住。哇，所以还要改窗户但很不错，至少你房间有一个财库嘛，你要好好把握它。那它有正桃花吗？好，要提到正桃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这个每一年它会有个9宫飞星图，这9宫飞星图里头呢，它有一个部分我们要先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所谓的补足它的财位。当观众朋友你家里头这5个位置类似像金刚家里头，刚好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那么就会有个流年的财位来补足。比如说观众朋友发现这个上面会出现168，
那么3个位置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把它记下来。那么在今年2020年那么100的方向就是属于文职的财位。也就是观众朋友，当家里头我们家里的人是比较偏向文职内勤，不用跑来跑去的人。那我们的家里的主要的催财的方位就会在东北方，比如说你就可以放盐灯啊、聚宝盆，甚至你观众朋友，你可以准备一张红色一个红包袋，把它中间把它裁开来，然后变成中间边修掉以后就是一个正方形，然后取12枚铜板。把它贴起来，然后把这个红纸跟铜板放在你的财库的位置上，因为我们古代人叫天方地圆，基本上来说的话呢，在象形上面一个刚好我们红纸是方的，那么钱币是圆的，那12枚铜板象征我们人有12个生肖，一年有12个月份，一天有12个时辰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，你的都能够财源滚滚哦，所以你放在你的这个财库的位置就会加分。而且它要写桃花香水对，这个桃花，观众朋友要记得以这个所谓的100的桃花叫做人缘桃花，就是我在工作各方面人际关系，它会很大的加分。那至于600这个部分就是东南方，观众朋友记得现在记下来，家里的东南方是我们家里头有人像军人、警察。业务性质到处跑来跑去的时候，在这个方位摆放上，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就会在财运上会有加分。最后一个就是西北方，西北方这个部分呢叫800的方位，就是针对做生意的观众朋友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不管你是在开店也好或者是这个夜市或者是市场卖东西，甚至我觉得开公司做贸易。都在这个范围里头。什么叫丁财？财丁阳光，其实它就是丁就是讲到要生小孩。对。会生钱，会生儿子就对了。对，比较能够催财催丁。那么要催桃花的时候，观众朋友就要记下来，这上面有一个紫色的方位。在这里。西方。催财、催喜病、催桃花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这个，你有没有发现吗？其实他们家的正西方就在床头的这个位置就是靠电视，对，就在电视这个位置。好我们用比照它，为什么呢？你把家里的这个格局图拿出来，平均分成9等份，对。然后你看看你家里东在客厅那个方向，西不就刚好在我们主卧的房间？对。真的。对耶，那要做什么？那基本上，首先第一个，其实我倒觉得都不用做，因为当你睡在桃花方位的时候，好像又是没得救了。不是，因为其实你睡在桃花方位的时候呢，才是最好的。就像文昌，很多人都觉得文昌一定要做书桌，没有。文昌若是你的床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什么时候坐在那边坐8个小时，在那边念书，你随便躺那边，你都是8个小时。睡的就可以考很好，就对了。你的判断、记忆能力都会变好。所以他就把床头拿过来，搬过来这里。搬过来说呢，它基本上它的桃花，首先第一个你的人缘桃花、姻缘桃花就会提升。然后第二个，当然有些人会希望说更好。那我刚才讲可以催财，又可以催喜。对，除了我们像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？观众朋友，当我们要催财的话，对，那这个架子也好，应该要柜子才对。财库嘛，应该是我要能够放嘛。不能放的时候，它左手进右手出就一样，它就会跑掉。不要空的，实心的。对，要实心，然后最好是能够放东西。然后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它放在这里头来。需要很高吗？不用很高，就放一个保险箱可以吗？也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观众朋友就可以怎么样？比如说在这个方位头，准备这个所谓的粉红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晶。那一般来说，粉水晶的话，它主要的部分它有这个所谓的催这个所谓桃花的一个功能。那我倒是建议就是说，如果在我们工作上希望能够更有辅助力量的话，除了粉色水晶以外，再加一个紫色水晶，就是紫色。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紫色水晶有智慧。对，
那这时候你的桃花在选择的时候，对，要选好桃花。赶快去买水晶，紫水晶，紫水晶，只能买紫水晶，紫水晶加粉晶，紫水晶。你还要买紫晶洞。我想我买很多东西吧。对，你暂时把买公仔的钱拿来买一些开运宝物，好不好？这个对你会有帮助的。OK， 好。搬家会不会比较快啊？其实搬家还是你现在这种状况啊，你去看，你搞不好也看到不适合的。我觉得你就是要把它安顿好。没有他搬家，然后我们再去他现在看看。哇，好像也不错哎。然后老师来又讲一样的话，完蛋了。其实主要的，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穿心煞。观众朋友要记得哈，如果穿心煞影响的话，对我做很多事情都会出现障碍。可是这个问题先解决的话，你其他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迎刃而解。没错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家是算非常方正，然后又很新，地段也很好，然后这个建案看起来就是很舒服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比较洋派，你就是没有重视财库啊、财位这一块。对，其实我蛮重视的。我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布局啊，方位。所以今天你们才来的嘛，就是重点嘛。我自己哪知道什么财库在哪里？对啊。对，所以老师还是有救了。有，今天听完心情有好一点。一点点，就是原来要补很多东西，这样及早发现，及早治疗。那我觉得我们也至少就是说，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出远门什么，我们就在家里多陪家人啊。然后你看老朋友可以相聚，就是用这机会，其实蓄势待发，你总是要先蹲下才能跳更高嘛。我觉得就是往好的方向去想，好，正能量，好，有，一切一定会更好。可以的，好，加油！你不要一直把重心都放在香港啊，或者是内地，对，台湾也很需要。好，正桃花，对，然后这从到我就想要正桃花。好啦，祝你一切心想事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